1689年，巴塞尔数学家雅各布·伯努利在一本关于无穷级数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自然数平方的倒数相加，1加1/4加1/9加1/16，一直加下去。这个无穷和究竟等于多少？当时的人已经知道这个级数是收敛的，也就是说它不会无限增大，而是会逐渐逼近某一个确定的数。问题在于没有人知道这个数是什么。雅各布·伯努利没有算出来，他的弟弟约翰·伯努利也没有算出来。之后38年，这个问题一直留在欧洲数学界。这一集讲的不是答案本身，而是讲一个能够给出答案的人是如何在巴塞尔慢慢形成的。雅各布提出这个问题18年后，1707年4月15日，莱昂哈德·欧拉出生在巴塞尔。他的家庭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，父亲保罗·欧拉是改革宗牧师，但在成为牧师之前，他曾在巴塞尔大学接受过哲学和神学训练。更重要的是，保罗曾经是雅各布·伯努利的学生。1688年10月，保罗在一次公开辩论中为雅各布的一篇数学论文进行答辩，这意味着欧拉还没有出生，他的家庭就已经和伯努利家族和巴塞尔的数学传统发生了联系。1693年，保罗获得神学学位，开始担任牧师。1706年，他与玛格丽特·布鲁克结婚。布鲁克家族也有深厚的学术背景，祖上包括拉丁学者和法学家。所以欧拉的童年环境有2个特点：一方面是改革宗牧师家庭的纪律、信仰和教育，另一方面是巴塞尔学术传统中延续下来的数学气息。1708年，保罗接任巴塞尔郊外里恩村的主牧师，全家从巴塞尔城内迁往里恩。里恩距离巴塞尔大约5.4公里，那里是一个前进派、色彩浓厚的村庄，重视内心修养、集体祈祷、教会音乐以及对青年的教育。牧师住宅并不宽敞，一家人住在2间房里。这座房子后来经过扩建，今天仍然保存在里恩。欧拉最早接触的数学书也很值得注意，不是牛顿，不是莱布尼茨，也不是伯努利，而是父亲为他选择的一本16世纪德语代数书克里斯托夫·鲁道夫的 cos。cos 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，原意是东西，在代数学中指未知数。这本书是1525年出版的，是最早系统讲授代数的德语书之一。后来迈克尔·施蒂费尔在1553年将它大幅扩充。欧拉读这本书时大约只有7岁。按照欧拉晚年口述给儿子的自传，他在进入拉丁学校之前已经勤勉地读完了整本 cos。 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，这不是轻松的启蒙读物，它意味着欧拉很早就开始接触符号、未知数、方程以及代数推理。这就是欧拉的起点，不是科学院，不是大学讲堂，而是里恩村的一座牧师住宅。一个7岁的孩子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进入代数世界。1715年，8岁的欧拉离开里恩，前往巴塞尔城内。他寄居在外祖母家中，进入拉丁学校学习。学校以经典学科为主，数学并不是主课，仍然由父亲安排。1720年秋，13岁的欧拉进入巴塞尔大学。那时的巴塞尔大学已经不在鼎盛时期，整个高等学院只有19位教授，大约100名学生。但巴塞尔仍有一个人，使这座城市在欧洲数学界保持分量。这个人就是约翰·伯努利。约翰是雅各布·伯努利的弟弟，而雅各布正是欧拉父亲保罗当年的老师。他是变分法的重要开创者之一，也是最速象限问题的解决者之一。在莱布尼茨与牛顿的微积分争论中，他长期站在莱布尼茨一边，是欧洲大陆数学传统的重要代表。
1724年6月8日，欧拉正式获得哲学硕士学位，当时他17岁。他的学位演讲比较了笛卡尔和牛顿的自然哲学。这不是一个普通题目，笛卡尔代表的是代数化、解析化的几何传统，牛顿代表的是以几何和力学为基础的自然哲学传统。一个17岁的少年在拉丁语公开演说中讨论这两种传统，已经说明他的训练超出了普通学生的范围。而从后来的历史看，欧拉一生的重要工作正是在很大程度上把代数分析、几何和力学连接起来。现在我们回到约翰·伯努利的周六下午。按照欧拉自己的回忆，他与约翰·伯努利的单独接触大约在1723年前后已经开始，那时欧拉16岁左右。最初，欧拉父子希望约翰能够担任付费私人教师，约翰拒绝了，但他并没有拒绝欧拉本人，他给了欧拉另一种安排，他让欧拉自己去读更难的数学书，尽量独立理解。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，每个周六下午可以来找他。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教学方式。约翰没有把欧拉当作需要逐步喂养知识的学生，他给欧拉指定方向，然后让他自己在书本和问题中前进。多年以后，欧拉回忆这段经历时说，伯努利告诉他应该读哪些书，应该研究哪些问题，而一旦伯努利帮助他解除一个障碍，往往会有10个新的困难同时消失。欧拉称这是数学进步中最令人愉快的方式。这段话很重要，因为它说明欧拉早期接受的训练并不是简单的学习已有结论，而是在一位顶级数学家的引导下，学习如何独立进入困难问题。这可以说是一种极高层次的知识托付。老师没有给出完整道路，他只判断这个少年已经有资格面对真正的问题。约翰·伯努利给欧拉的阅读范围非常广，其中包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光学，包括笛卡尔的哲学原理和几何学，包括洛必达的无穷小分析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本系统的微积分教科书，也包括雅各布·伯努利的猜度数以及他关于无穷级数的一系列论文。这些书构成了17世纪到18世纪初欧洲数学和自然哲学的核心文献。欧拉在16、17岁时就已经开始系统接触这些内容，其中雅各布·伯努利1689年的无穷级数论尤其重要，因为正是在这本书中，雅各布提出了那个后来被称为巴塞尔问题的无穷级数问题：自然数平方倒数的和究竟等于多少？写问题的人是欧拉老师的哥哥，问题在桌上等着写问题的人解不出来，约翰自己欧拉的老师也解不出来，而这个问题将来8年后会被解开。解开它的人现在就在桌前，刚刚16岁，正在读这本书。1726年9月，巴塞尔大学物理学教授约翰·阿尔贝克去世，约翰·伯努利鼓励19岁的欧拉申请这个空缺。欧拉为此做了3件事：第一，他写了一篇特许任教论文，题为《关于声音的物理学论文》。1726年12月，他曾写信给丹尼尔·伯努利，说明自己的计划。丹尼尔回信说，他很高兴欧拉选择声音作为题目，因为这个题目正好能够显示物理学与高等数学结合的必要性。1727年2月18日早晨，欧拉在巴塞尔大学法学院演讲厅公开答辩了这篇论文。论声音总结了当时关于声音产生和传播的知识，并附有6个附录，其中涉及牛顿引力、笛卡尔自然哲学、莱布尼茨的活力概念以及运动学问题。这篇论文后来被重新印行，并在相当长时间内被引用。声音问题
也成为欧拉一生中反复研究的主题之一。但是巴塞尔大学的教职由抽签制度决定，欧拉当时还未满20岁，甚至没有进入最后的候选名单。最后获得职位的是贝内迪克特·施特赫林，他出身巴塞尔望族，研究兴趣更接近解剖学和植物学。对欧拉来说，这次申请失败了。第二件事是巴黎科学院的卢耶德·梅斯雷大奖，题目是船桅杆的最优布置。这一点很有意思，欧拉从未见过海。巴塞尔是内陆城市，莱茵河几乎就是他生活中见过的最大水面。但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船桅杆问题的论文。他的做法是将航海中的实际问题转化为静力学和动力学问题。他研究帆受到风力作用时的效果，并借助牛顿关于流体阻力的思想，把帆面分解为微小元素，再通过积分计算总作用。最终，这篇论文没有获得首奖，但欧拉得到了荣誉提名。当时他只有19岁。第三件事是接受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邀请。1726年夏天，丹尼尔·伯努利和约翰·伯努利向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布鲁门特罗斯特推荐欧拉。科学院向欧拉发出了邀请，最初的职位是生理学和医学副研究员，年薪200卢布。丹尼尔告诉欧拉，这个薪水与他的才能并不相称，但他相信科学院方面会提高待遇。欧拉一开始仍然犹豫，因为他还在等待巴塞尔物理学教授职位的结果。直到1726年11月9日，他才正式接受圣彼得堡的邀请。按照丹尼尔的建议，欧拉还在巴塞尔大学医学院注册，准备学习解剖学和生理学，为这个医学职位做准备。1727年4月2日，欧拉正式登记了夏季学期的医学课程。但3天之后，4月5日早上9点，他登上了从巴塞尔顺莱茵河前往美因茨的船。夏季学期还没有开始，他没有真正去上医学课。他离开了巴塞尔。接下来的7周，欧拉一路向北。这段旅程被记录在他的第2本笔记本中。笔记本的前17页详细记下了从巴塞尔前往圣彼得堡的路线。这本笔记今天保存在圣彼得堡科学院档案中。4月11日，欧拉抵达马堡。第2天，他拜访了哲学家克里斯蒂安·沃尔夫。沃尔夫是当时德语世界最重要的理性主义哲学家之一，因哲学争议被普鲁士国王驱逐到马堡。但对欧拉来说，沃尔夫还有另一个重要身份。他曾受彼得大帝委托，为圣彼得堡科学院推荐早期成员。换句话说，欧拉即将前往的那个学术机构，在很大程度上也经过沃尔夫的参与和设计。欧拉对沃尔夫的拜访很短。8天后，沃尔夫给约翰·伯努利写信，祝福欧拉。他说，欧拉正在进入学者的天堂。这句话后来常被用来概括欧拉前往圣彼得堡的意义。但欧拉即将进入的并不是一个平静的地方。他从马堡继续前行，经过韦茨拉尔过夜，汉诺威到达汉堡。在汉堡，他收到圣彼得堡寄来的差旅费，加丹尼尔提前订的一份长清单：咖啡、绿茶、白兰地、12打烟斗。数字暗示丹尼尔和后来的欧拉都是重度烟斗客。继续前行，吕贝克没有船去圣彼得堡，欧拉只能改坐去罗斯托克的船。4月30日，吕贝克湾遇风暴，船被吹得所有乘客都晕船，包括欧拉。最后沿波罗的海前进，经过雷瓦尔，也就是今天的塔林，横穿芬兰湾，到达喀朗施塔德。最后，他从科特林岛渡到大陆，步行进入圣彼得堡。1727年5月24日，欧拉抵达圣彼得堡。
欧拉抵达时，圣彼得堡正处在动荡之中。一周前，5月17日，叶卡捷琳娜一世在东宫去世，她年仅43岁。同一天，11岁的彼得二世继位。欧拉抵达的5月24日，正是叶卡捷琳娜死讯被官方公告的日子。他后来回忆说，当时首都处在极大的恐慌中，但他很幸运见到了丹尼尔·伯努利，也见到了雅各布·赫尔曼。赫尔曼给了他一切可能的帮助。第一天上午，欧拉与赫尔曼在一起。当晚，他去见丹尼尔·伯努利，而在他到达之前，赫尔曼、伯努利，可能还有哥德巴赫，已经为他调整了职位安排。欧拉原本受邀担任生理学和医学副研究员，但他抵达之后，这个安排被取消。新的职位是高等数学副研究员，薪水从200卢布提高到300卢布。此外，他还获得免费住宿、取暖木材和照明蜡烛。300卢布不是200，丹尼尔之前预言的院长会长实现了。生理学这条线一进门就消失了。欧拉走进的不只是一个新的城市，也是一个由伯努利、赫尔曼、哥德巴赫等人构成的欧洲学术网络。这个网络把一个20岁的瑞士青年从巴塞尔带到了圣彼得堡，而雅各布·伯努利1689年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也随同这个传统一起等待着新的解决者。1727年5月24日，欧拉走进圣彼得堡科学院。那时，巴塞尔问题已经存在了38年。1727年7月25日，抵达2个月后，欧拉在科学院做了第一次报告，题目是水在弯曲倾斜管道中的运动。这是他在圣彼得堡学术生涯的开始，也是他进入流体力学、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问题的开始。8年后，1735年，欧拉给出了自然数平方倒数和的答案，派的平方除以6。这个问题从雅各布·伯努利提出到欧拉解决，中间经过了近半个世纪。它不是凭空被解决的，它经过了约翰·伯努利的周6下午，也经过了从巴塞尔到圣彼得堡的7周旅程，最后落到欧拉手中。怎么做到的是下一集的事。